咱们这节课呢，来给大家讲一下牡丹的叶子啊。其实花朵是相对来说呀，在牡丹画牡丹来讲的话呢，花朵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难点呢其实就难在这个叶子上面啊。好多人画花儿学起来啊都非常快啊，都非常简单，然后画起叶子来呢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本来花画的都挺好看啊，结果呢一画叶子，把整个画面呢就都给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牡丹花它是有非常独特的一些结构啊，一些特点的啊。这个牡丹叶子，那花朵也是，叶子呢也是，都是非常独特性的啊，和其他花都不一样啊，和其他花都不一样。那么它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尤其是关注我过一段时间啊，我会讲到啊，牡丹叶子是三叉九顶，对吧？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那具体是怎么个意思呢？啊，三叉九顶是怎么个意思呢？咱们这节课就来详细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牡丹这个植物它称为国花，它和它这个叶子就有关系啊，它和它这个叶子的这个数量就有关系。就是说三和九，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当中，三和九是非常重要的啊，三和九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九啊，尤其是九这个一言九鼎，对不对啊？九鼎，九五之尊啊，就是说这个九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牡丹叶子正好符合了中国历代的一些君王的啊一些这个正好对了他们的胃口啊。牡丹三叉九鼎怎么个意思呢？啊，咱们来剖解一下。这个是我养的一颗小牡丹，它长得不是很好啊，有点发黄，我就揪下来一小块给大家看一看啊。那它是这样长的，一个小枝啊，这个是长在这个牡丹长在牡丹的一个大枝上的，然后出来这么一个小枝杈啊，出来小枝杈之后呢，大家看一下，它是三叉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看到吗？从这儿长出来之后分了三个叉啊，一下就分了三个叉了。一下就分了三个叉，那这个叉有时候分得很长有时候分得很长，比方说叶子长得很壮的情况下，那它这个叉就不会这么短，就会比较长啊。小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分得比较短啊，包括这个更小的，对吧？也是一下就分出来三个叉一下就分出来三个叉。那这个九鼎是什么意思呢？咱们来看一下，三个叉长出来之后，每一个叉上面又分出来可以看到吗？从背面看比较清晰，又分出来一、二、三又分出来三条叶脉，三条主叶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分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形成一、二、三个小叶子呢？三个小叶子，对不对？是不是就分出来三个小叶子？三个枝杈一下出来之后分成三个枝杈，三个枝杈上呢又分为三片小叶子三片小叶子，每片小叶子上都有一个小尖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就什么呢？三叉，一共多少个顶呢？一共多少个叶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叉九顶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明白了吧？就是三叉九鼎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多人都在说这个三叉九鼎，好多人都在问这个三叉九鼎甚至好多老师他们也并不太明白这个三叉九鼎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不细观察这些东西，是不太好说的再明白讲的再清楚，但是如果不真实这样去观察的话，我觉得大家很难去理解这个是不太好理解的。那么我就给大家真正的来，咱们看一下，对吧？三叉，三个枝杈，一定要理解这个结构，这样在画的时候才能画出来三个枝杈，然后呢，九鼎，每个上面呢，每个小叉上面有三个，三三乘三三三得九，就九个鼎，三叉九鼎。还有一种牡丹，它除了这个三叉九鼎之外呢，为什么称为国花？因为它九九归一的感觉真是九九，就是都是九上面都是九都是三和九，怎么理解呢？那咱们除了这个这个是直接从长了一个大叶子直接长了一组大叶子。那咱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一小组，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小组，
一个小的上面出来之后啊，大家看一下，一个小的上面出来之后啊，咱们单独看这个啊，它是啊，这是一组叶子，按理说这个是一组叶子，那这一组叶子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啊，看一下，它是分为3个叉，对不对啊？它是分为3个叉，然后呢，顶的话是什么样呢？大家看一下每一个叶子的这个结构是不是长得不太标准，长得很标准的叶子，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吧。你看长得很标准的叶子，咱们来看一下，哎，分出来3个，它背面是分出来3个，1、2、3，对不对？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叶子上面长了几个小角啊，1、2、3啊，每一片小小的小叶子上面还长了1、2、3啊，这个呢也是1、2、3啊，这个也是1、2、3，是不是又形成一个3叉9顶的这样一个结构？对吧？又形成一个3叉9顶的结构，所以说牡丹啊，为什么称为国花啊？中国人都喜欢呢啊，好多尤其是历代君王比较喜欢，为什么呢？因为3和9，三啊，1生2，2生3，三生什么呢？3生万物啊。9是代表什么呢？9是代表呀，在个位数里面极最大的一个数了，就是没有比9再大了啊。所以说95之尊嘛，好多这个历代君王对吧？9啊，9鼎啊，一言九鼎，为什么9鼎呢？啊，因为没有比9再大的数了啊，一言九鼎啊，就这样的。那牡丹的话呢，它就具有这样的一些特性啊，所以说这个称为咱们中国的一些国花啊，对吧？啊，3叉1、2、3 9鼎，然后呢单独拿出一个叉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一个叉上还能理解成3叉9鼎的结构，哎，是不是非常有意思？这样一理解起来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大家先把这个弄明白之后啊，再去画的时候呢，就会变得简单很多了。然后你像这个是一小组啊，一大组一小组，那这些大家看一下，单独去看的话啊，单独看这一支的话，还是很好理解的，对吧？还是很好这个看清楚看明白的。那很多情况下，为什么大家都看不清呢？啊，即便是我告诉大家3叉9鼎结构，大家去观察的时候，还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情况下呀，所有的情况下，因为大家去看了真实的牡丹叶子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它不允许我们折啊。你像这个是我自己种的，我折下来一针为实，那你去欣赏的时候，咱们不能折呀，对吧？啊，景点的咱们能随便乱折吗？那不能折呀。那个情况下，大家观察那一株的情况下呀，就看不了这么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一颗上面呀，它长有好多叶子，它会这样长的，那这样长了之后呢，哎，大家从背面再看，哎呀，3叉9鼎这怎么长的？就会发现很乱了啊，实际上它就是所有的都是一支一支的，都是这样生长的啊，都是这样生长的，然后组合起来呢，就形成一片叶子了。那么大家看一下我折的这2个叶子好不好看呢？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大一小，对不对啊？一前一后这样一个感觉啊，非常好看啊！你像这种感受的啊，对吧？这种感觉的，咱们直接可以拿来用画直接可以拿来画在画面当中啊，对不对？你就非常好看呀！所以说想要画好，想要画的自然还是那个问题，一定要研究它的结构啊，一定要研究结构。其他花卉还差一点，你像兰花什么的不用去真正折下来去看，结构比较简单明了。那这个牡丹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理解它，这个3叉9鼎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而已而是真的是3叉9鼎这样的。那么咱们用白描的手法呀，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牡丹叶子呢怎么画？咱们怎么画它呢？我来给大家画的比较开一点，因为这个叶子是偏小一点的今年我这个养的牡丹不是很壮，所以说它叶子不是那么很舒展。舒展之后呢，你像这些小叶柄就会变得很长就会加长我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呢，画的时候我把这些画的舒展一点，大家呢这样看起来会更加清晰更加明了一点。
大家呢，你像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夏天的时候呢，你像牡丹去看牡丹的话，那这些叶子啊是非常明显的啊，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不同的品种啊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较正一点的品种的话呢，它就是这样，整个的是三叉九顶，然后单独看一个小叉啊，单独看一个小叉，上面啊也是9个顶啊，也是9个这个顶啊，这个就是比较正一点的啊，比较正一点的。那还有一些，对吧？它就不会，你像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它不会小顶上啊，它不会每个小叉也形成九顶啊，大叉是九顶啊，小叉的话呢，它可能就不是九顶了。也和品种有关啊，也和品种有关的。那么这个叶子知道了它是三叉九顶的结构，咱们怎么去画呢？还是先用白描的手法呀，咱们再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当咱们画好白描之后呢，其实咱们就可以画成一幅小墨骨啊，哎，一幅小写意的感觉啊，那都是可以画的。画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先从前面的离着我们最近的这个小叶片开始画。比方说，咱们离着最近的是前面这一个小枝杈啊，咱们画的时候呢，先画前面这个小枝杈啊，哎，这儿是叶脉，这儿是它的叶脉啊，这个地方呢，走过来，这个的小叶脉，上面还有一个，那它的叶子是偏宽一点的啊，是比较宽一点的，所以说咱们画的时候呢，哎，抓准它这个结构，一个小顶儿，哎，这儿呢又有一个，这儿又有一个，这儿的话这样走过来，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顶儿，这个地方有一个，然后走过来之后，大家看到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叶子在上边，对不对啊？通过观察之后呢，这个叶子在上边，咱们可以先画这个，这个叶子还折过去了啊，有一半翻转过来了，翻转过去了，看不到了。这儿走过去，啊，我是以我的视角来画的呀，大家的镜头里面的视角可能和我这个是有所区别的啊，对吧？哎，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小组啊，就是前面这一小组啊。然后它上面三叉九顶，本来这一个小枝杈上面它也是包含三叉九顶的，一个、两个、3个、4个，对，哎，又形成这样一个，本来一个小枝杈就是一个三叉九顶的结构，然后这个呀，连接上一个主要的小叉主要的小叉，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又出现一个又出现一个新枝杈。又出现一个新枝杈，走过来之后啊，这个地方，哎，咱发现这是一个主叶脉啊，这儿是一个，这儿是一个。那么我刻意的把它拉长一点，这两个就不重叠了，因为我找的这个是聚在一起比较密一点的。那有时候大家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呀，那它这个三叉其实是分的挺大的。这个叉在这儿，这个叉呢就离得比较远那个叉也离得比较远。我给大家拉开拉开，咱们来分析它怎么去拉开呢？就是说呀，哎，把这个叉单独咱们给它拿出来来进行示范，来进行演示。这样的话，大家学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中间的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哎，这边有一个，这边呢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
非常富贵的这种感觉。牡丹，走过来之后，哎，这儿有一个小叉啊，它这个小叉还是一个小副叉啊，这才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哎，这是一个两个了，这边还有啊，从这儿走过来，对吧？大家记得这个三叉九顶之后，那不管你是画小写意还是画大写意，那画的时候呢，心中啊就有数了，心中就有数了，知道这个三叉九顶是怎么个长的啊，怎么回事了，不再是懵懂的状态了，对不对？走过来啊，这个也是，它有时候会分的比较开，我这个挨的比较紧啊。大家在画的时候，在练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现啊，我看到的那个品种，我看到的那个状态，哎，好像是分的比较开一点的啊。大家就看到哪个品种，看到什么样，你就直接画成什么样就可以。哎，对吧？哎，一个上面啊长了三个叉啊，还有哪儿呢？后面这个叉，对不对？还有后面这个叉，咱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把后面这个咱们把它提前一点啊，把它提前一点。那这个叉呢，也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啊，三个啊都是在一个地方的，三个都是从一个地方长出来的啊。长出来之后呢，这个叉也是一样啊，左右的，像这个，咱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是比较侧一点的啊。这一小组呢是比较侧一点的啊。旁边的这个在上边，那画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哎，先画它，先画上面的，然后呢再推着往后面去画，也是小叶子啊，也是三个小叉啊，这是一个。两个啊，这儿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被挡住了。当然也可以把它拉长一点呀，就是说有些状态下呢，啊，它这个是可以长一点的，可以更加自然一点啊。当然也可以就画成这样。那你像我这个品种，它就是挨得比较近啊，它这些小叶子啊，它就是挨得比较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还需要大家观察啊，去观察真的东西，这样才能有更深刻的一个体会。对吧？哎，牡丹叶子就是这样长的啊，牡丹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三叉九顶。那这个叉从哪儿长出来的呢？这个叉啊是从这儿，咱们都把它画的比较开一点，这样大家看着就非常清晰了。哎，一个叉上面长了三个啊，长了三个顶儿啊，一个顶上呢还长了，又可以分为三叉九顶的结构。那这个地方啊，从这儿。它这个叉呢是这样长过来的，是从这儿长过来的。这儿是连接在哪儿呢？这儿是连接在枝干上的，这儿是连接在这个牡丹的主枝上的啊，这个是主枝，牡丹的主枝上。牡丹主枝啊，你像牡丹主枝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它是下半部分是木本的，上半部分呢是草本的啊。下半部分这个地方就像木头一样，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牡丹呀，它是一个小灌木啊，它是属于这个落叶灌木的，就是说等它冬天的时候，这些叶子和花都落了，然后呢只留下这个枝干啊，还在这个地面上留着啊，还在这个地上长着。然后来年的话呢，这个枝干啊就枯木逢春的感觉，哎，一到了春天有雨了，天气暖和了，然后这个枝干上面哎再去生长这些小枝啊，再去长这些小叶子啊，它是这样的形态。所以说
每年留下来的地方每年能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冬天嘛，就像梅花枝干一样，是非常苍老的是非常硬的，是木本的感觉是木本的感觉。所以说，这个牡丹花它底下是木本的是木本的感觉。然后呢，咱们画的时候要用笔要怎么样？要比较硬朗一点比较干枯一点，比较苍老一点。那到了这个上边到了上边，比方说到了这个地方，哎，去年的时候这个牡丹只留下来这一点只留下来这些小局部是冬天存活在还活着的还在的。然后第二年呢，再去长这些小枝干再去长这些小叶脉再去长那些连接花头的那些那一小段的话呢，它是从这儿长的，比方说这个地方，哎，从这儿长的。那从这儿长出来新长的这些就属于草本的感觉新长出来的就属于草本的感觉，留下来的是属于木本的感觉。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去观察的话呢，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地方长出来之后，这个地方是非常嫩的，非常软的包括咱们折一折，对吧？哎，会发现这个是比较柔软的，是比较柔软的。它不像木头一样，你像那个其他的，比方说桂花，对吧？它长出来也是像木头一样。那牡丹不会牡丹它长出来还是比较软的，还是比较柔软的就是这样这个是三叉从这儿，从木头这个地方从去年还残留下的这个小木桩的地方长出一个小枝杈长出一个小枝杈，长出小枝杈之后呢，然后分为三个杈分为三个杈，从这一个点分出三个杈一个点分出三个杈，1、2、3，三个杈上呢又有1、2、3、1、2、3、1、2、3，分为三叉九顶那么这三个小杈上面还可以分得更细，一个杈上面分为1、2、3、1、2、3、1、2、3，它又是一个三叉九顶的结构。那么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不要再分得再细了最多就是这样的最多就是这样，没有说分得再细的那一刷不会分得再细了。再细的话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牡丹它有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牡丹的话呢，它这个枝干对吧去年枝干就生长到这儿了，然后呢它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这儿又出来一个枝杈又出来一个杈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一个杈然后呢这个杈上对吧，这个杈上的话呢又分为怎么样的又分为三个杈这个也是一样又分为三个杈。那这个是可以分得更细的，就是说一个干枯的树杈上面呢同时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变化一个杈、两个杈、三个杈，一个大杈上面分为三个小杈，三个小杈上面又分为三个顶一个小，好像是在套娃一样那这个大家就可以不用去记了这个因为有时候它出现会是三个杈，有时候呢会四个有时候呢是两个这个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大家在记的时候呢，只要记住从这个枝干上出来的这一个枝上一个枝上分为三个杈就够了只要记住这个是最主要的其次呢，记住每个上来之后又分为三个杈记住这两点就够了这个就是牡丹牡丹它的叶子的结构。下边领着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牡丹叶子它这个叶柄和这个的关系咱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下示范研究完叶子，咱们还要研究连接叶子的叶柄那个是怎么回事呢？对吧？木本的、草本的，怎么去表现呢？还是咱们用白描的手法，咱们来示范一下，就是说，这个是牡丹的牡丹的这个木本的那一段非常的有力量感，就可以甚至可以像画这个梅花像画这些桃花这种感受去画它这个枝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
啊，非常木头，就是木质化的这种结构啊，非常木质化的结构。然后呢，它长这个小叶柄是怎么长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地方啊。首先，它春天到了，它会从这个地方啊出现这种嫩芽儿啊，出现这种嫩芽儿，先长这种嫩芽儿的结构。啊，先长这种嫩芽的结构。大家如果说观察仔细的话呢，啊，去看一些古人的一些作品，近现代的也有，比方王雪涛先生，对吧？任伯年先生、潘天寿啊，谁画的啊？甚至齐白石画的，他们的作品当中有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枝干上出现那么一个发红的那样一个小点儿，那个啊就是画的啊，那个就是画的即将长叶子的时候啊，即将抽这个叶子的时候啊，它是先长一个类似一个小的小叶包一样的形态，然后呢，慢慢的长开啊，慢慢的长开啊，怎么长呢？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长得比较小一点啊，长得比较小一点，对吧？上面呢再去长叶子，我就不再示范这个叶子了，咱们主要研究这个枝干啊以及叶柄的这个关系。刚长出来是比较小一点的。啊，长得比较长一点是什么样子呢？长得比较长一点啊，是这样长的，长开了之后就没有这个小叶包了。长长了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面的话呢，啊，从这儿啊再分为3个叉，再去画。有时候呢，分叉啊是提前分啊，是提前分。好，它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是非常柔顺的，就像有点像兰花叶子那种感受，有点像草本的那种感受，比较柔，比较光啊，对吧？比较柔，比较光。那这个主枝干呢，啊是比较苍老的，是比较苍老的。那再往上走，咱们看一下啊，再往上走。再往上走是长到哪儿呢？是长到啊连接小花朵的地方啊，连接小花朵的地方。连接小花朵的地方啊，也是这种感受，可以感受到这区别吗？它每年啊，去年是从这儿截断的，下面呢是木本的，每年都会加长一点啊，每年都会加长一点，每年都会多那么一点点。去年的这一段啊，去年的这一段木本的画的时候呢，要有苍老的感觉啊，它是苍老的感觉。再向上走这一段呢，就不是了，这一段啊是比较嫩一点的感觉啊，是比较嫩一点的感觉啊。当然它会出现，不一定出现这一枝就完事儿了，它会从这个枝上呢啊再去长，对不对？它会从这个枝上呢再去长。长完之后呢，所有的除了这个主枝是比较苍老的，其他的这些小枝都是嫩的。那从上面，对吧？从这个上面还会长叶子啊，它不可能一个枝上就直接开朵花就完事儿了。这上面也是有叶子的，那这上面叶子啊也是一样啊，也是比较柔的，也是比较柔一点的啊，也是比较柔一点的。同理啊，再去分叉，又是分为3叉9顶，对不对啊？又是分为3叉9顶，就不断的这样去组合啊。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一定要理解，下边部分是比较苍老一点的，用笔的时候啊，对吧？就要找到这种感受才行。甚至呢，下面这一段可以用咱们这种双勾的方式啊，可以用这种勾勒的方式去勾，上面呢直接用一些墨色加上一点墨绿啊，对吧？调成一个墨绿色啊，直接来画上面这些，那都是可以的啊。要有变化才行啊，要有变化。你不要画完一幅牡丹画之后啊，画出来啊都是这样的感觉，都是比较柔顺的，那它就不是牡丹了，它是芍药，它是芍药花。芍药花呀是没有这一段的，芍药花是每年啊就齐着根部就都枯萎了啊，是没有这一段的。那牡丹不一样，牡丹的话呢，每年啊叶子都掉光了，花朵也都掉光了，都已经开败了，
还会留有这一段。那这个是一定要把这个特点给它抓准啊，抓准了之后，明白的人啊，懂牡丹的，懂画的啊，这个对生活有观察的啊，一看你画的就是牡丹，一看你画的就不是芍药。那如果说没有这一段，那让别人观者一看啊，你这个画的是牡丹呀还是芍药呀？啊，因为牡丹花和芍药花是非常相似的，并且牡丹和芍药呀，我再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牡丹花的叶子是偏胖的，你可以看到吗？每片叶片是非常胖嘟嘟的啊，非常饱满的，非常富贵的，非常富态的感觉，对吧？为什么你像杨贵妃啊，就特别喜欢这个呢？啊，你像这个好多古代的一些君王也特别喜欢牡丹的，因为很富贵呀，皇家富贵嘛，对不对？啊，都喜欢富贵的东西，很胖啊，很胖啊。那么芍药的话呢，我这儿没有芍药啊，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芍药。那芍药的叶子呢，是细长的啊，是比较细长条的，它也有这种分叉，但是它是细长的啊，它每片叶子呢细长的啊，并且它的结构特点啊，不会像牡丹这样，哎，一个叉上面还三叉九顶，它不会像这样，这个是牡丹的一些独有的一些特点。所以说咱们学牡丹，对吧？要了解牡丹的特征，至少你画出来之后，一看就是牡丹啊，不会让别人一看啊，你画的是芍药还是牡丹呀，还是其他的东西呢，对吧？啊，就这样的，大家这个是需要去理解清楚的，一定要理解清楚。理解清楚之后呢，对于我们之后啊用水墨方式去画的时候呢，啊就非常非常有帮助。啊，这节课的叶子的结构研究，我们就先研究到这儿。就先研究到这儿。下节课呢，我们再用水墨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啊，就是说用水墨的方式啊，咱们怎么来画这个牡丹的叶子呢？哎，对吧？咱们怎么来画这个牡丹的叶子呢？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叶子用水墨的方式，用这个写意的方式啊，如何来画呢？啊，首先啊，咱们就用水墨啊，用水和墨这个墨色，咱们来画一下。那么再复习一下咱们上节课讲的一些内容。还是啊，先主要研究叶子啊，单独来练习。那这个叶子的话呢，上节课咱们用白描的手法啊，分析了一下结构。一个叉上出现一个枝上出现三个小叉，三个小叉呢，三个顶啊，这样的结构，对不对？那么咱们在画的时候啊，也是根据它的结构去画。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主枝干这块啊，是比较木本的感觉的啊，比较苍老一点感觉的。那么咱们在画的时候呢，就要想着那种感觉去画，要把它那个感觉啊给它画出来。不要只图好看，要画对啊，感觉要画对啊，还按照那个稿子咱们来画吧。哎，对吧？那画的时候呢，就可以啊，画的时候这个枝干，主枝干啊，咱们就可以画的这种沧桑感一点啊。用笔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浓也好啊，或者淡也好，画出啊这种木质的感觉，你不要画的很柔，很柔什么样的啊？很柔这样的，那这样的适合画在哪儿呢？这样的线条啊，适合画在上边啊，上边长花的地方，在上面是可以这样画的，下边的话呢啊，可以画出这种很苍劲有力的感觉啊，很苍劲有力的感觉。那包括呢，这个小枝干上面啊，再去长这个出枝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样线条的。哎，一个，对吧？长出来之后，三叉啊，哎，对吧？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三叉九顶，一个出来之后，三个叉九个顶。那九个顶怎么画呢？啊，用笔的时候也是1、2、3，这是一个。这儿呢也是用笔的时候1、2、3，1、2、
3，这个地方呢也是1、2、3。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长得比较开的就当出现只有一个叉的时候出来一个这个小叉的时候，没有背景没有其他杂质，那这个时候呢，用水墨方法，咱们怎么画呢？就是1、2、33笔代表一小组3笔代表一小组。那至于上面的这个还有3叉9顶的这个结构呢，咱们可以先不要去管它可以先不要去管它。那个的话呢，画小写意可以画的再细一点。如果说画正常的，比方说水墨的感觉，水墨画、写意画，那么可以不画的非常细这样画就可以了这样画就可以了。那之后呢，加上它的叶脉叶脉怎么画呢？牡丹的叶脉也要加的要有一些特点，不要画的很直，不要画的很平不要这样滑不要这样一直滑。当然，我划的这个也是有点变化的。你像大家有时候划的时候画的太规矩，应该怎么画呢？应该变化更多一点。比方说，摁下去，提起来，这样去画这样去画，让它产生更多变化。摁下去，提起来，这边2个这边2个，这边1个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叶脉的感觉，小叶脉的一个状态。那朝这边怎么画呢？就可以了，就很简单的这样去画上它的小叶脉就行。当然画一些小写意的时候，你比方说齐白石齐白石有时候画大写意也是他画的也是比较变化多，但是他是这样画的也是存在变化的也是存在变化，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总之要找到它的变化感。你像毛雪涛先生画的，往往都是这种感受的，摁下去提起来，或者是呢先提起来再摁下去这样画也行，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这个就是画叶脉的一个状态。咱们运用的时候呢，就可以运用起来这个叶脉拉近一点看一下因为这个是用墨色画的，所以说它对比看不了那么太清晰。叶脉要体现出叶子它的一个走向问题，要有提按变化。对吧？这样去画它，那这样画出来叶脉是非常生动的非常形象的，不死板，不死板的。包括这些地方也可以呢，用一些浓墨点上一些苔点儿，显得呢更好看一点。好，那这个呀，咱们是画了一个枝是这样去长的。实际运用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如果说画的比较简的一种画法，那可以这样去画。那大部分情况下，咱们画的那个都很丰富画面很丰富，不会出现只让咱们画一个枝的这种状态，对不对？这个就有点空了。那多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画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多了之后，比方说像这种又拿过我们这个小叶子来了，对不对？那多了之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大有小的这种感觉有大有小的这种感觉。咱们画的时候也是画的时候呢，找到这个大小的变化大小错落的变化。怎么画呢？主要来画这个叶子，还是笔尖上呢？墨色稍浓一点或者笔尖上墨色稍浅一点也行。总之让笔尖和笔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怎么画呢？先画前面的，先画大一点的，先画主要一点的。比方说画这个1、2、3，这个地方呢1、2、3，笔尖上调点水，1、2、3，
是不是非常像这个呢？啊，是不是非常像这一组？大家会发现，哎，为什么中间啊咱们是空了一个空档呢？是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为什么空这个空档呢？啊，因为呀，大家发现一下啊，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它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小空档呢？是不是有一个小空档，对吧？真实的自然界当中是这样的，我们画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本来就很自然啊，本来自然界当中就这样，然后我们画出来之后呢，啊，就显得更加自然了，对吧？就是观察生活嘛，啊，观察生活，然后把这种感受给它画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状态下的啊，这个叶子就可以这样画。那两组怎么画呢？两组怎么画呢？后边还有一个，后面这个呀，咱们可以呢画的颜色稍重一点啊，或者颜色再浅一点也行啊。比方说咱们画一个颜色再浅一点的吧，因为太重了之后勾叶脉大家看不清啊，所以说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个浅一点的。调一个淡墨啊，还是笔尖上可以调点水。这个叶子怎么长的呢？1、2、3，啊，1、2、3，哎，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的，之后呢，画上它的叶脉，对不对？勾叶脉的时候呢，你像这个画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就可以用一个小笔去勾叶脉，从这儿走过来啊，三叉九顶嘛，从这儿走过来之后，一组一个叉啊，画的时候是可以更加自由一点的。那这个地方还有一笔呢，是不是啊？可以不去加叶脉的，就是画出这种感觉来就行，不一定非要每一笔都画的非常清晰，有这个感觉就可以了。那写意画嘛，就是在形与似与不似之间，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结构特点之后，画的时候呢，啊，有这个意思，胸有成竹，有这个感觉就可以了，不一定把每一笔都画的非常清晰。你像这些啊，1、2、3，那旁边两笔就是蹭了一下啊，就是有这么个意思，蹭了两笔，并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结构，包括这个也是蹭了这么一小笔，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画叶脉呢，咱们画主要的大的就行，像这些小的，对吧？完全可以忽略掉，完全可以省去了。然后呢，它叶子从哪儿长的呢？啊，对吧？这样去长的，这样去长的。啊，这是两组叶子的画法。大家咱们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啊，就是说画叶子的时候呢，要中间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啊，要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不管是墨色的还是颜色的，都是一样。大家来观察一下，就是说，再来观察一下，单组的看也是啊，单组这样去看，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U 字形呢？啊，有一个小小的 U 字形，对不对？那咱们用写意手法去画的话呢，把它这个特点啊，给它抓准啊，给它抓住，画出来啊，就比较生动，比较自然。当然还有一些画法啊，那不画这个 U 字形结构啊，就像咱们刚才之前画的这个，那还有一些画法呀啊，就是像这样去画，那这样去画也行啊，这样去画也行，就是说完全按照，对吧？啊，大的枝干啊，这样去画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大家学习不要学得太死板，然后根据根据大自然的一些规律啊，大家呢可以去产生更多的变化。那下边我就给大家这样示范了，就是根据我之前的观察，我就给大家做示范了。这个小枝出来之后呢，哎，1、2、3啊，3个结构，然后它的叶子呢，有些是侧面的叶子，怎么表现呢？侧面的叶子啊，比较长一点了，就从侧面去观察叶子，当然要长一点了啊，一组。这个是正面
正面一点的2组，这个是正面一点的。那后面这个呢，3组，很侧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小组。后面还有怎么办呢？继续加呀。这样去加就可以了。勾勒上它们的叶脉。勾勒好它们的叶脉。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练的时候啊，是可以这样去练的啊。实际运用的时候呢，是可以更加灵活的。那怎么个更加灵活呢？你像这种，对吧？那这种完全是可以运用上去的。它本来呢就是看着已经看不出三叉九顶的结构来了，对不对啊？看不出三叉九顶的结构来了啊，因为我们画的时候，你像这个一组去看是三叉九顶，那组合起来之后呢，它就没有这个三叉九顶结构了。那么我们知道是有这么回事就行啊。懂眼的啊，懂牡丹的，他一看哦，这个是画了2个枝儿，一个从这儿出来的，一个从这儿出来的。他懂的人就能看出来。如果说不懂的，对吧？那一看啊，我们画这个，哎，这个哪儿还有三叉九顶啊？啊，讲也讲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先把上节课那个结构给听明白才行啊，研究明白才可以。那这个地方，对吧？这个是一大组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一小组呢？1、2、3。这个是个什么状态下的叶子呢？这个是什么状态下的叶子呢？这个呀，是从这个姿势看的啊，从这个姿势看的，从这个姿势看，然后主要的只能露出来前3个啊，1、2、3，1、2、3，然后后面这2个呢，已经看不太清了，已经露出来非常少了，所以说只能露出来1、2、3啊，1、2、3啊，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啊，看到的叶子呢是这样的，对吧？大家其实可以多练，多观察，然后呢，通过观察呀，咱们会得到很多啊这些变化啊，得到很多变化。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小局部就出现了一个小叉，2个小叉，3个小叉，然后一共是多少个顶啊？就非常多了，对不对？实际在运用的时候啊，实际在运用的过程中呢，啊，也不完全非要说把9个顶都画出来啊。实际运用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灵活一点，就是由细到由这个收到放嘛，由细，然后慢慢的我们画的时候呢，练的时候也是越来越放开。刚开始练的时候呢，要严谨，越到后面呢，啊，越要练的放松一点啊。就是到后面怎么画呢？比方说画一些大写意的作品怎么画呢？哎，调一个浓墨，1、2、3，它有些时候啊就已经不是那么很清晰了分的，啊，它就已经不是分的很清晰了，是在找一种啊什么呢？找一种这个啊叶子上的一种啊墨色的变化，但是还是要画出来的。像这个1、2、3，那至于这一组叶子三叉九顶啊，对不对？至于这一组叶子，它另外2边在哪儿呢？啊，只有3个顶了，另外6个顶在哪儿呢？可以不用去管它啊，被挡住了，被这些叶子被挡住了，它在后面，前面这一大组呢，把后面的给挡住了，那都对吧？画的时候呢，实际画大画的时候，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就可以呢画得更加灵活一点了啊，可以画得更加灵活一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啊，总体的感觉是不要变，比方说只要一用笔就是1、2、3啊，1、2、3去排列，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U 字形啊就可以了，是吧？只要一入笔就是1、2、3，也可以画1、2啊，1、2的情况下呢，就是另一片叶子被挡住了。
啊，另一片叶子被挡住了啊，侧面的一个感觉啊，也是可以的。勾勒好这个叶脉，叶脉的话呢，墨色可以浓一点。想让这个叶子朝哪个方向去长，我们就可以去加以变化。比方说，这个本来是正的，我们想让它朝侧上方啊这样去生长，就可以呢，叶脉上做一些小的变化。对吧？都是有提有暗啊，有这些小变化出现啊，这个叶子就画的好看了，画的比较美观了啊。这个是对吧？越画越放开，越画越放开，越画呢就越自然啊，就这样啊，就是这样慢慢的变成我们写意的这种手法出现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用颜色怎么画，对不对？颜色画叶子也来给大家讲一下。颜色画叶子，有些是画的绿色的，有些呢也是蓝色当中加点墨。那这个怎么画呢？咱们可以用到花青啊，用到藤黄，甚至还可以加一点点赭石色。那颜色的叶子怎么画呢？还是用笔方向是一样的，用笔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呀，在基础上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加了一些颜色啊，产生了一些变化。那怎么画呢？比方说花青，画一个绿色的，加点藤黄啊，用绿色去画这个叶子，花青加点藤黄，颜色的稀一点还是浓一点啊，淡一点还是重一点，对吧？也是可以调一个适中的就可以。里面少量的加点墨啊，纯绿色画上去之后是有点火气的，少量的加点墨。颜色也可以调的不是那么很匀啊，笔尖上、笔肚上颜色呢稍微分开一点，区分一点。比方说画一个比较水润一点的叶子，怎么画呢？就这样就直接画就行，感觉变化少啊。笔尖上呢再调点藤黄调点赭石色呀，这样去画它。是不是也是一个三叉九顶的一个结构？也是一个一个叉一个枝上出来三个叉，三个叉呢1 2 3 1 2 3，就是9个顶对不对？那么这样的画出来之后我们需要让它产生更多变化呀。那一组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多加上几组。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颜色再重一点，产生一些变化。有些侧面一点的，有些正面一点的，去加去融合。融合着，大家会发现这些叶子好像慢慢的就糊到一起去了。
慢慢的就糊到一起去了，怎么办呢？分不出来了啊，不要紧啊，没关系。我们画的时候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我们画的时候能分开就行，观者的话也能分开，能看懂的观者也能分开，并且我们还没有勾叶脉呢。勾叶脉的话呢，会把这个呀再给它具象化一些再给它产生一个层次感，1、2、3不断的就在重复这些，对吧？不断的就在重复这些，有些是可以少画的，被挡住了，有些叶子被挡住了，可以少画一点。这个是主枝干，然后呢，上面连上一些小枝，连上一些小枝，在上面呢加上叶脉。那这个时候叶脉就要用墨色去画，就不要再用颜色了，可以用墨色。墨色怎么画呢？这个时候咱们再去细分一下，就是说三叉九顶的这个结构从这儿长过来之后，这个墨色咱们可以用的稍重一点可以用的稍重一点。一片叶子这样长的，三叉九顶，从这儿又过来。大家发现没有？有时候这些三叉，我们本来画的3笔，然后勾叶脉的时候呢，是把它们勾一起去了。两边这一小笔呢，直接加了一个小的叶脉一带而过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是在整合画面。这样去画它，可以了，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小组，那再向上面呢，就可以加一些花加一些小花苞那就可以了，对吧？那这个就是牡丹叶子牡丹叶子的一个画法以及练习方法画的时候这些里面是要有轻微的变化的，有些地方发黄一点有些地方发黄一点，有些地方发绿一点，有些地方墨色多一点，有些地方又加了一点赭石，甚至呢赭石可以成为主要的一个小叶子都没问题。就是说画的时候总之就是寻找变化总之就是寻找变化，不要画出来太平不要画出来太板。比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组小叶子加上一组发黄一点的、发赭石一点的一个小叶子，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有点太黄了，稍加赭石可以了。就是总之让这个画面产生一种节奏感不要太平，就这样的，对吧？可以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叶子的练习方法，就是牡丹叶子的练习方法。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叶子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